很小的时候啦，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啦。因为小时候呢，父母就把我送到去外公外婆的家，给他们带的，因为母亲带着哥哥嘛，他们没有办法同时是带两个啦，他把我送去给外公外婆的家长大，所以变成小时候呢，我就开始就是培养到很独立的个性咯。就是没有很依赖啦父母这样子，然后就是在5岁之后父母才把我接回来关丹，就是以前都在家营啦，在嘎江，就是跟我的外公外婆住啦，然后接回来关丹之后就5岁咯，5岁之后才真正的跟我父母亲一起住啦。那么小时呢，父母都很严格啦，家教很严格的，说都是叫我们一定要念书。就是要努力就对了啦，说要成功的话呢，一定要很努力咯。所以变成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们都是名列前茅啦，都是考试都是top 啦，都是 top student 咯。然后本来我是想当医生的我的愿望是想当医生，是因为我的外公是患上癌症啦，所以当时因为我外公很疼我，所以当时我就看到他病到这样，我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医生啦。我希望长大之后咯，当时就是小孩子的一个梦想啦，就觉得我可以医到我的外公这样子，还是别人这样子。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就开始那个偏向就偏向做生意因为我父亲这边就是我的祖父是从事这个汽车行业的。所以我在回来关丹之后呢，有很长的时间就是通常中学我们讲假期的时间我都会去到我的祖父的店去帮忙做工啦，就是看到我祖父他是如何去经营一个生意咯，就慢慢就开始对生意产生兴趣，然后结果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从本来是读这个理科生，就转去变一个商科咯，就完成了5年在 UDM 工艺大学就完成了我的这个学业然后一毕业出来呢，就是第一份工是在银行打工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赚钱，所以就觉得去银行是最多钱的地方嘛，就是你不用靠任何人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钱了嘛。所以当时我也要求去做一个工作啦，就是去 loading 那个 ATM machine 所以 ATM machine 是最多钱的嘛，所以就是每一天我都是负责把450钱的现金就放进那个 ATM machine 咯，所以就是这个是我每一天的工作所以大概做了1个礼拜之后就感觉好像说那些钱都没有被按到嘛，这么多钱在里面对不对？哇，如果是我的就好了，对不对？我放在定期放在哪里哇，都会赚到很多的利息嘛当时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啦。不过那个只是一个白日梦啦，我们知道，因为是别人的钱我们也不可以拿咯，所以就想到小时母亲就跟我讲要努力咯，就当时就很努力咯，在银行打工就很努力的每一天就是最晚一个回就是我。就做到从早做到晚，人家放工我还是继续在做，有时还把东西带回去家里继续在做就是当时是整个银行啦，就是我工作那个银行里面最努力的员工。那么结果工作了1年之后就拿到一个我们讲升级的一个increment 的信，结果打开来看哇，整个人掉到谷底了，很失望。为什么？因为虽然我这么努力啦只是拿到一个80块的加薪，所以当时很无奈咯。然后结果第2天呢，我就选择了去辞职我就去跟我的 branch manager 跟他理论我问他说为什么我是整个 bank 最努力的员工竟然才拿到这样子的加薪，跟别人都一样了。那么我的这个银行经理就告诉我说因为我们的银行有规则的 OK， 而且大学生top student在我们银行也很多 OK， 我不可以给你特别多啦
哦，大家都是一样的哦。我听到这边呢，我就开始领悟到哦，原来哦努力它不一定可以成功的哦。结果我就想到说，哎，我可以去选择去从商咯，就开始这个时候呢就明白到哦，上班不是我们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路向 ，OK。然后结果呢，就接触到一个生意，那么这个生意的话呢，就是让我有机会啦，遇到一个亿万的富豪啦，哦，这是从美国来的一个亿万富豪，哦，从他身上我就看到哦，原来我们人生是很多姿多彩，哦，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达到的，哦，那么我们开始就用副业的时间，哦，就跟这个美商。哦，一起就是经营这个事业咯，大概做哦，也没有想到啦，5个月的时间哦，我的收入就已经超过我上班的收入 ，OK。那么在3年的时间，哦，我也用副业的时间把所有的那公司的奖励都拿下了，不过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已经是很好了，哦，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得更好。OK， 那么结果我就开始全职咯，就开始辞掉我就是做就是 after 银行我去做 sales 的工作啦，哦，因为我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生意嘛，然后我就辞掉我这个做 sales 的工作咯，就全职来做这个美商的生意 ，OK， 所以结果就用了大概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达到我的梦想。达到我的梦想，然后之后我是觉得我是成功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成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啦，就是家庭还有事业都已经做到一个很巅峰了，很巅峰，是在马来西亚的巅峰了。不过我是觉得成功它只是一个起点啦。OK， 如果我们今天要比成功更好的，应该是卓越咯。卓越就是我觉得不只是我个人成功了，我还可以帮助更多人成功了那时候是我的一个思维咯。然后开始我就设立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团队我的做事业的一个使命，就带领这个使命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么也真的是我们怎样讲，就是因为那个梦想那个这个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定律的话，就让我真的吸引到一般志同道合的我们讲战友就一起来打拼咯。那么在这20多30年明年是30年了，所以我们真的感到很骄傲了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卓越咯，帮助很多人成功，然后就是在音学才能方面，主要是我的音学才能方面，就在领导人的方面都做到很极点就开始让自己做到很巅峰那么这个事业它入门很快，就是 in terms of 倍增时间，就 build network 它是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快 ，OK， 所以就变成我们倍增时间的那个路就会走到很轻松嘛。你们就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你快吗？你比别人快的话，你就很轻松咯。所以变成我深入去了解之后，我就发现到我3个使命：健康、财富、自由就是这个平台了。到今天我从事了大概29年，我都还没有看到有另外一个我看到了可以期待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个选择。OK， 我开始写这个自传这个自传主要我们开始在写的时候呢，它一定有它的那个我们讲那个 bone 它整个 content， 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整个 structure 弄出来嘛。那么我整本书呢，我的 structure 是用在我的9个价值观因为我本身用的我创办整个组织的理念就是用一个9333来作为它的那个它的 bones 它的骨骼 ，OK。那么9呢就是9个价值观然后3就3个使命
第一个33的使命，然后3个这个什么愿景跟3个计划 ，OK， 说9333。那么我整本书呢都是跟住这9333哦这样子的一个structure 来写的，所以就开始讲我自己本身的成就了。我个人的成就就是因为我有那9个价值观哦。我开始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的哦，就是 Forever 的创办人哦 Rex Mon。OK， 我第一次见这个人的时候呢，我很奇怪哦，他是一个multi billion 啊，我们讲 multi billion， 他是全球应该是400，在 Forbes 杂志里面排名400名最有钱的人他是排第368，很有钱的一个人哦，竟然他来 Malaysia， 他可以跟我们单独拍照聊天没有价值哦，没有价值，然后也没有 bodyguard 哦，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的，这么有钱的人哦，竟然可以这么随意所以当我听到第一次演讲，他讲出一个理念哦，他讲 The power of forever is the power of love。他讲 forever 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所以当时我在听，我就听到是半知半解啦，到底是什么来的 ？OK， 因为我们来是钱嘛，我们讲钱的嘛，那你讲 love， 对不对？然后他讲的 power of forever is the power of love， 他说对，你开始来的时候是讲钱，不过如果你要 forever。The power of forever 就是你要永远你要很持续传下去的，你一定要用爱来经营这个事业。所以他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开始感觉到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去很多的地方去听以前我写论文我有去参加别人的一些会议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老板讲爱都是讲钱的嘛，怎样赚钱嘛。这老板来他是讲爱的所以我觉得很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精神文化到后面我也通过他这一份爱我成就了我自己嘛。那我也感觉我今天我一定要报答，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钱已经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追求的东西，因为已经赚到了嘛，要的都赚到了嘛。所以接下来的是Rex Mon 如果他不要做，他也可以不要做他已经过1万了，全世界400名最有钱的人，他周末还要飞来飞去，一年365天200多天在飞机上面睡觉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就是为了那个爱他可以这样子来贡献给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他这么伟大不过至少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可以传承他这一个理念就是 The power of forever is the power of love。 所以我也想传承他这个东西，也就是同样的用了一份爱来带希望给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整个马来西亚很多人都缺乏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在用这的一个理念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一定要用爱来做出发点来去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给我们的承诺还是很热忱的要帮助更多人成功。不管我们已经到什么成就，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巅峰人生我们还是要很持续，就是很我们讲传承那个 Rex Mon 那一份精神文化来把这个希望带给更多人也是一个报答他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动作啦，我是觉得是这样子OK， 所以我是觉得年轻人现在机会是不多了你问，如果你说要创业，你可能要很大的资金你可能要很好的人来教你要很多知识，要很多经验你才可以开始去创业。所以我是觉得年轻人，如果我们不要再去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要达到成功的话呢，我觉得你看一看一个已经很完美的一个平台
OK， 当然要从事这个平台呢，相信的力量很重要哦，就是你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刚才我讲的这个3个价值观哦，你是个新人，你来价值观一定要相信它哦，因为你相信你才可能忠诚，你不相信你不会忠诚去做的这个事情 ，OK， 然后之后呢就是听话照做哦，跟着一个对的导师。跟着他做，就是很自律的去做每一个东西他教你的去做，而且你很有耐力去接受挑战，去面对，开始准备去打仗，准备接受挑战，然后最后呢要做打不死的小强，打不死的小熊就是那个业绩可以输，士气不可以输，所以永远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要成功，先立于不败之地。先立不败之地，然后再找机会，再学更多，学更多，再做，跌倒再起，再跌倒再起，相信一个东西，坚持一个对的平台，一个对的方向，你肯定也會站在這個成功的舞台上。我同達都咧，其實小學我哋就識噶啦，佢係我嘅senior 1年。咁小學嗰時候咧，其實我都冇點樣注意到佢噶啦，因為可能係比較肥啦，同埋比較內向嘅人，所以冇咩點樣上台啊、表演等等嘅。咁大家咧就可能知道大家咁喺中學嗰時候咧，就佢係讀男校嘅，我咧係讀女校嘅。咁就係佢大我1年啦。咁佢入咗大學過後咧，佢嘅一個同學咧就借咗佢一本書，即係1-2本書俾我讀嘅，因為我哋要慳錢啊嘛，我哋就會借朋友嘅書嚟讀嘅。就咁啱就借到佢嘅書，咁佢嘅書咧就好特別嘅。佢嘅書嘅封面咧，你圈打面咧就有 chop 咗佢嘅名嘅。咁每個旁邊都有 chop 咗佢嘅名，公司正嘅，都有 chop 咗佢嘅名嘅。咁每一次我讀書嘅時候咧，我都會翻開嗰本書，翻開嗰本書點樣咧？一定會睇到佢嘅名嘅。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就嗰個潛意識啦，就打咗入去嘅。所以就我就繼續係咁樣讀書，咁佢就入咗大學啦。咁有一次就我讀完咗個 Form 5，我就做一個 part time 啦，喺一間 supermarket 嗰度做 part time，做一個 promoter 嘅。就有一日咧，就佢喺大學翻嚟暑假，咁佢翻嚟暑假嘅時候咧，哇！我就睇到一個男仔行過喺個 supermarket 嗰度，我睇到個男仔係好熟嘅，咁佢都睇到我，佢都覺得好熟嘅。咁我就講：你就係嗰個公司姐，你係借過嗰本書，我借嗰本書係即係講讀嘅書咧，就係佢嘅名嘅。咁就咁嘅狀況之下咧，我哋就約咗一個時間，即係講我都要多謝佢啦，借咗個書。咁我哋就約咗一個時間，我就送咗張卡俾佢啦，送咗張卡俾佢。咁我哋就咁樣去認識㗎啦，開始㗎啦。我本身咧係喺一個好保守嘅家庭長大嘅，可能係女啦。可能係女，咁我有三個女一個仔嘅屋企，我係最細嘅女，可能係女多，咁父母咧就比較保守嘅，同埋比較擔心啦，所以好多嘢咧都係唔可以唔得，唔 OK。咁就算係我係中學咧，我係被選為一個 hit girl 嘅，即係總 hit girl 嘅。但係咧，如果要去邊度咧？我嘅父母咧都要覺得講係我某個先生嘅女係我嘅同學，有去我先至可以去嘅。咁我係嗰種情況之下長大嘅，就可能造成一個好保守嘅心態，所以我就唔係屬於講先知先覺嘅人，我係屬於後知後覺嘅。咁好多嘢我先要睇到先，我先會相信，我唔會講話我要相信先我先去做，冇嘅。咁我覺得我嘅一個轉捩點啦，就係我真係認識咗同埋同達督喺一齊過後，咁我就開始個轉捩點啦。我開始好咁諗好多嘢，因為佢會發掘我好多嘅潛能。佢會周時同我講：你先天有好好嘅條件，你嘅樣貌係唔錯嘅。咁如果你肯去再俾自己更大嘅一個信心，去再進修更多嘅嘢嘅話，你會可以係一個好唔同嘅。因為我係讀 Polytech 嘅，咁我讀 Polytech。我亦都唔係一個degree holder，係一個嚟 diploma。咁通常嗰段時間，如果我哋出嚟，如果打份工，可能係1300蚊嘅啫。咁達都就同我講：
你如果肯去再進修嘅話，你肯去再學更多嘢嘅話咧，你唔止係可以1300蚊一個月嘅人，你嘅價值係可以更多嘅。咁佢每一擺戲都會睇到我好多嘅優點，佢都會發掘，一住咁樣不斷嘅會同我講，你會可以做得更好嘅人。所以我漸漸咧就由一個好保守嘅人啦，就開始會覺得自信就慢慢嚟咗，覺得好多嘢係嘅，我唔應該就真係純粹打一份工，我可以改變嘅。所以我喺播呢個時候咧，就開始第3個 semester 我就開始做保險。做保險其實都係達都嗌我去做嘅，因為嗰陣阿嬸係做保險所以就講不如你跟我阿嬸去做保險啦，因為做保險點樣都會好過上班嘅，始終係一個銷售時間都會比較自由。咁我就覺得不妨我可以嘗試下嘅。咁我就開始喺讀書嘅期間，我就去做一個保險啦。咁我做保險嗰時候咧，即係一開始我做咧，其實我係讀完書我就冇做其他嘢啦，我就全職去做呢個保險。咁我做保險，因為啱啱歲數都好細，只係20零歲啫，咁出嚟又唔識人嘅，咁唔識人，咁究竟我點樣去做咧？如果我同人家講親戚朋友有時候覺得，哎呀你正話咁細，我未必要幫你買噶嘛。咁我要點做咧？我要訓練我自己嘅膽量。咁我咧訓練自己嘅膽量咧，我就關單嗰時候有一棟樓叫做倫敦嘅，差唔多係成18到20幾層樓嘅。咁我就真係去練習我自己嘅嗰個膽量。我係直頭入去嗰棟樓，嗰棟樓咧，你入去嗰時候咧係有左邊有右邊全部 office 嚟嘅，有好多一啲大型嘅 corporate 嘅 office 嘅。我真係一間一間、一層一層嘅 lift， 我一間一間去入，然後去入咧，我係直頭去要求嗰間公司嘅未必老細，我講我咧就自我介紹，我真係訓練我自己，我自我介紹我係陳別驚，嗰時候我未用我 Grace Chan 嘅名嘅，咁係講我係陳別驚，我係來自依一間保險公司嘅，咁今日咧我想見下你，我想去同你講解下我哋嘅一個保單咁樣，即係講我嘗試，我唔在乎講我攞唔攞到，但係我在乎講我訓練我自己嗰個膽量，但係亦都好彩嘅，可能我嘅真誠啦。咁我就真係咁樣去一間一間去入咧，我真係可以 close 到一啲大 case 嘅。咁我問我啲事頭，我講點解我要啲一啲其他嘅長輩嘅保險代言，佢哋都有去揾過你哋，但點解你都冇俾機會佢哋？但係佢哋同我講，因為第一我睇到你好有誠懇，你係好有嗰個膽量，你敢去嚟幫我哋去講，我哋想俾機會你。咁就喺嗰度咧，我就發覺到，其實只要行動再加個勇氣嘅話，其實你係會有100%嘅嗰個100%嘅嗰個信心去建立出嚟嘅。咁就嗰度開始，我就漸漸嘅就訓練到一樣嘢噶啦。就嗰度開始咧，我嘅轉捩點就嚟噶啦。我就好容易同陌生人做一個交流嘅。咁我都可以喺，譬如講排緊隊買個羅啲，俾錢啦，我都可以識到排緊隊嘅一個朋友，而我可以同佢傾到，可能即係講大家做到一個合作伙伴嘅。達多咧，佢其實一般上如果你唔識佢嘅話咧，你就係睇到佢樣咧，好多人都覺得佢好似唔係好識好多嘢嘅，因為佢嘅樣咧就好似少少嚟難聽啲昂昂地咁嘅樣。如果佢係唔出聲啦嚇，所以戲喺舞台上同喺台下其實戲唔出聲咧，你會發覺到戲你唔覺得係點樣，但係一上舞台嗰時候咧，戲分享嘅時候，你覺得哇係好 power 嘅一個人嚟嘅。所以對於一般人嚟講咧，佢就會覺得淨係唔識佢嘅人咧，佢覺得佢係好普普通通嘅。但係喺我心目中咧，我識佢嘅話咧，佢係呆若木雞。呆若木雞即係講你睇好似呆呆嘅，但係其實咧佢係好犀利嘅人嚟嘅。咁佢好有遠見嘅，呢樣嘢我係真係好欣賞佢嘅。因為當年講老實啦，追我嘅人都唔少噶。追我人真係唔少嘅，但係佢唯一一樣嘢咧係好吸引嘅咧，我就係覺得佢嗰陣係未揾到錢，佢亦都唔係好成功。So 我哋咧其實我19歲咧我就開始同佢拍拖，佢20歲我19佢20歲，我哋就開始拍拖。咁其實完全係未成功嘅，但係我就係睇到佢一點，佢真係好有遠見嘅，佢唔會淨係睇目前嘅，所以佢嘅正能量，佢嘅遠見。我會覺得好有安全感。我覺得如果呢一個將來會係我嘅終身伴侶嘅話咧，
我係唔使驚嘅，就算一日我哋跌落嚟都好，我哋可以重新再爬起身嘅，因為佢就係一個好有遠見嘅人，佢亦都係好積極、好正能量，係會諗好嘅嘢，係會去分析好多嘢，所以喺呢一方面嘅我就睇到，喺我哋如果講揾伴侶嚟講啦，我自己就有一個咁嘅要求，我要覺得就係我要安全感嘅，咁呢個安全感就係講最緊要係嘅人品。唔在於講係幾靚仔啦嚇，當然初嘅時候都係要睇個樣噶啦，啱冇啊？但係咧最緊要就係內在啦，係內在係有嘅嗰股智慧啦，係嘅智慧係去做每一樣嘢，係真係去思考，係唔係思考淨係短暫嘅，但係思考會係好全面嘅嘢嘅同埋係嘅愛心啦，係嘅愛心啦，所以佢會好顧家，係好顧家。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就係我睇到嘅一樣嘢啦。咁我就嗰段時間咧，佢就同我講，因為嗰時候當初咧係我哋做一個事業嗰時候咧，係填兩個人嘅名嘅，佢係冇經過我嘅同意去填我嘅名嘅。咁佢就打電話同我講，我即係已經要做咗一個事業啦，我放埋你嘅名。哇！我喺電話嗰度我就鬧咗。我點解你冇經過我同意你就已經填我嘅名啊？等等等。咁之後咧，我就同佢嘅媽，即係我嘅家婆啦，就聯合㗎，真係聯合，成日周時都打個電話去吉州佢嘅，同佢講呢樣嘢唔做得㗎啦，呢樣嘢唔可以㗎啦。咁我同佢講，我做咗保險㗎，我聽太多啲嘢啊，大多數都做唔長久㗎啦，唔可以嘅。所以就輪流咁樣去打嘅。但係一樣嘢就係佢好堅持係要做嘅，係所睇到嘅，係要做嘅，係覺得係睇準咗嘅，係就要做到底嘅。所以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其實你做乜嘢咧，我都好支持你嘅。咁呢個係的而且確係，我做咩佢都好 support，我好支持我。包括我做保險啲客仔都係佢介紹俾我嘅，起初嘅時候有時。So 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你知唔知如果出邊咧有1000個人咧潑我冷水，我都冇想講嘅。但係如果你一個人潑我冷水咧，就等於出邊嘅1000人潑我冷水嘅。咁我聽到呢句話嗰時候咧，其實嗰一晚我瞓唔着㗎。我而家講起我都有少少嘅，我覺得我都幾衰女下嘅，因為事實上咧，我真係做好多嘢咧，佢都好發掘我啦。我講咗，都好支持我嘅。但係咧，當我唔想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好似想揾好多嘅辦法，就係唔想去做嘅。咁自從佢同我講呢句話嗰時候咧，我覺得哇，我會反省我自己。我覺得哇，真係我需要去 support 下佢嘅，我需要去支持下佢，我需要去聽下嘅。咁就之後我真係。過後我俾咗我自己一個機會，我跟你去聽。但係我俾個機會跟佢聽嘅時候咧，我又唔係完全放開得嘅去聽嘅。咁你帶到我記得有一場，佢帶到我去米咧吉隆坡嗰第一場嘅時候咧，佢真係用盡佢好多嘅一啲上線嘅即係講幾個上線嚟同我溝通啦。我唔中意嗰時候咧，我就會擺個款嘅。咁我真係擺個款而表示我嘅拒絕，所以佢哋都搞唔掂我嘅。所以達多就唔放棄，因為佢知道如果我嚟同佢一齊，因為佢想我哋夫妻一齊去共事呢個事業嘅話，大家有共同嘅目標，大家共同嘅一個共識，同埋一個知道係點樣去創造我哋自己嘅未來嘅。佢就不放棄嘅，佢就不斷咁樣諗好多嘅 solution， 好多嘅方案，睇點樣去令到我去認同嘅。所以直至到有一次咧，佢就講有一次我去吉隆坡啦，咁於是我做咗保險，我去吉隆坡嘅時候，係喺銀行做工，喺我屋企唔緊要，你喺屋企你得閒啊嘛，如果你冇 case 咗，你幫我錄嘢啦。咁我哋嗰年代咧，邊度有 YouTube 呢啲嘢冇噶嘛？我哋嗰年代咧就係錄嗰啲 video tape 㗎，你知唔知啊？真係直頭 video tape 㗎 cassette video tape 嘅，咁我就幫你錄嘢啦。冇人喺屋企咧，面子咧就因為我係唔贊成，咁面子我就唔使咁咩噶啦，我就覺得，我掂錄嘢咯，咪順便睇埋咯。咁嗰一個 video 咧就講係一個台灣一對夫妻，佢哋喺度做緊分享嘅，咁我就坐低我聽咯。咁樣聽過後咧，哇！我覺得有一段係好感動我嘅，就係咧。嗰先生講咧，當佢朝早出去做嘢嘅時候咧，係講係摸個褲袋啊，就係一張字條寫出嚟嘅喎。
親愛的你是最棒的。哇！我聽到呢樣嘢，我覺得喂，好唔同嘅喎。點真係講係去到辦公室嗰時候咧，係再睇本書嘅時候咧，中間有一張字條咧，有夾字嘅喎，有寫字啊，親愛的我知道，辛苦你啦。我睇到呢樣嘢嗰時候咧，我感覺到喂，我平時聽到嘅一啲一個行業咧都係錢啦，一類型嘅，但係我睇到哇喺一度嘅話係一個好唔同嘅文化，係真係可以去夫妻大家知道夫妻點樣去搭配得好好，點樣互相去尊重，互相去愛對方。哇！我感覺到呢樣嘢就開始 click 到我啦。咁 click 到我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慢慢真係放低言語去唔會講口認同而心唔認同嘅。咁我就開始真係去放低我去接觸啦，我去接觸我去聽啦。所以當我去接觸我去聽咗過後咧，我開始明白咗過後咧，我真係做一個決定，我好灑脱嘅。咁當時我記得我保險都做得好好，因為我其實第一年我就已經有機會攞到 Top Rookie 嘅，第二年我都攞到美國嘅海外旅遊Bangkok 嘅海外旅遊，我都係攞到$1 million club 入邊。我就開始嚟啦，嚟同佢一齊，因為點解我做得好好嘅時候咧，我已經係愛俾 promote 上級嘅，即係講我可以攞到個信可以 promote 做 leader 嘅，做 leader 嘅。但係我就好灑脱嘅，我即刻做一個決定，我係完全唔接受嗰封信。所以當我唔接受呢封信，我嗰時候都係算喺保險界都算新星啦，就好 surprise 啦，好多人都好突然，尤其是我嘅 DOA 啦 district 嘅一個負責人，佢就叫咗我上3樓，就問我點解，但係我唔想解釋多，我亦都唔想講多，我就係講我想幫我嘅先生。咁好多當時我啲保險界同行喺我間公司嘅就覺得講我好傻嘅，我好蠢嘅，呢個行業邊度得嘅？呢個行業唔掂嘅，我一定會後悔，我一定會倒翻嚟嘅。但係可能佢哋唔知道，當我去由我排斥、認同到接受，到我真係去了解過後咧，我覺得呢一個行業係我真係可以同我先生一齊合併做一個事業，所以我先做出呢一個咁嘅決定嘅。我做出呢個決定過後咧，真係做到而家29年，明年就30年。我嘅得着咧，第一樣嘢咧，對我自己本身嚟講啦，我覺得就係我可以夫妻咁樣共事咯。因為好多嘅行業我哋睇到就算係傳統都好啦，有時或者一啲行業咧，先生做先生嘅，太太做太太嘅事業啦，有時佢哋冇一個交流點嘅，就好似講可能大家時間上佢嘅上班嘅時間，佢嘅上班嘅時間，所以冇嗰個交流點。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哋自從入咗呢個行業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係成日都喺一齊嘅，就好似我哋馬來文講嘅 selalu berkebet 嘅嚇，我哋可以周時喺一齊嘅。無論係去邊度啦，我哋嘅朋友群啦，我哋嘅共同嘅話題啦，我哋嘅未來啦，我哋嘅目標啦，我哋都係一齊嘅，都話知嘅。最重要，我覺得就係個時間。所以個時間令到我哋咧係更加有更大嘅一個默契嘅，係啊，因為以前咧，我記得我做保險嘅時候咧，但都做銀行嘅時候咧，我哋曾經都有一度係大家攞佢嘅電話筒，可能係我講我嘅保險，佢講佢嘅可能有啲銀行，但係大家冇好一個交流嘅共通點，所以有時一度都可能淨係喺個電話筒嗰度聽呼吸聲嘅。但係自從喺一個行業我哋有講唔完嘅話題嘅，我哋無論一齊出埠揸車啦，我哋都會有講好多。我哋嘅組織，我哋要點樣去幫啊？我哋呢個我哋要點樣去幫啊？我哋有好多，我哋要點樣去創造更多嘅創意出嚟啊？我哋有好多嘅話題係講唔完嘅，甚至乎有時我哋瞓喺張床度咧，我哋都係好多共同嘅話題嘅。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喺呢個行業入邊，我得益最多嘅就係夫妻可以好好咁樣去搭配做一個咁嘅事業。成功呢個定義其實每一個人有唔同，我覺得，但係對我自己咧，我覺得影響力同埋一個幸福咯。幸福嘅話咧，我覺得除咗即係講由我以前我咩都冇，因為我係屬於講錢唔係好多，但係我都好努力去揾錢嗰個。
即係喺我未做保險嘅階段嗰度啦。所以我覺得個幸福感係講我真係可以由即係講 discover 到我自己，discover 到我自己，然後我去改變我自己，到我可以去得到我要嘅嘢啦。即係講我唔會講好 stress 啦，唔會去 stress 生活我點樣去過即係而家就我嘅成功嘅定義啦。我覺得我唔會去 stress 我生活係好辛苦嘅，因為事實上錢係揾到咗，所以有時要咩係可以真係可以得到啲咩嘢嘅。呢個係一個咁嘅幸福感啦，同埋仔女，尤其是我仔女咁好似我個仔，佢有係自己嘅一啲音樂嘅細胞，佢想擁有係自己一個 studio， 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以 fulfill 到佢嘅。咁我個女佢想我去打歌化，做戲要中意嘅嘢，咁我覺得呢啲嘢都係我哋可以金錢上可以 support 到佢，我都覺得呢個可以俾到佢哋嘅一個幸福，唔一定講係全部錢嘅一個定義啦，但係起碼呢個係俾到佢哋唔會有好憂齊憂米，覺得講可能佢想要嘅嘢，但係我哋俾唔到佢，所以呢個係我覺得係俾到家庭嘅一個幸福感，俾到佢哋係想去讀乜嘢，我可以俾到佢讀咁樣一個咁嘅幸福感噶啦。同埋我講咗同夫妻個感覺啦，呢一個係嗰個我喺幸福感嘅定義啦。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係影響力咯。影響力就係由我以前，我唔係好叻嘅人嚟噶，因為以前咧達都咧佢好犀利嘅，佢聽完一樣嘢咧可以即刻出嚟嘅。我唔得嘅，我聽完一樣嘢我一定要聽幾輪嘅。我即係講我知道我自己弱喺邊度啦，即係可能入呢度係出嗰度，我唔得嘅，我係總之佢一輪過，我可能要10輪嘅，咁我咪要加強啲做一樣嘢咯。咁我係咁嘅人，到我真係可以由慢慢自己可以去成長，然後開始可以影響到好多人即係我開始建立嗰個影響力，影響到好多人。即係講要是人家睇到我，佢都覺得講，係想好似我咁樣，係想似我咁樣。包括以前啦，我嘅髮型點嘅樣咧，我要啲人入嚟，佢都跟我嘅髮型點嘅樣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都係一個成功同埋一個成就感嚟噶。So hari ini Sifu dan Simu nak tunjuk koleksi anugerah yang kita dapat selama 29 tahun. So Simu, mana satu anugerah yang Simu paling suka? Paling bermakna? Bagi Simu, yang paling bermakna saya rasa adalah ini yang pertama kali 20205 dan 2006 kita dapat Top Business Builder. Yang kita dapat ini yang adalah national di Malaysia, Singapura dan Brunei. Selepas ni lah kita dah terus ke peringkat antarabangsa dan kita terus masuk ke yang ini iaitu Asia. Ya, so di Asia masa tu kan kita ada ini Asia Rally, jadi tidak tersangka wah kami dapat top 5 dan kita dapatlah yang selain komputer ni. Ya. Yeah. Dan Sifu paling suka dari Asia. So kita terus pergi sampai ke peringkat dunia. So ini adalah antara 7 anugerah yang Sifu sangat berbangga yang kita boleh sampai ke top 20 dekat dunia. Okay, so ini adalah antara koleksi lah yang Sifu letak dalam office Sifu yang bagi Sifu banyak inspirasi untuk berusaha lebih kuat lagi, nak bawa lebih anak didik Sifu boleh berjaya seperti kami. Dalam POI ni biasanya anak didik lah akan namakan saya Simu lah ya. Jadi Simu tu adalah bini kepada Sifu, iaitu mentor lah, bini kepada Sifu tu. Jadi biasanya dalam BOI ni, jadi I punya role tu adalah lebih kepada membimbing usahawan, terutamanya usahawan wanita. Jadi
biasanya tugas saya adalah sebagai seorang penasihat advisor, terutamanya di bahagian produk lah. Ya, biasanya ramai mungkin usahawan wanita terutamanya ataupun usahawan, diorang datang tu, diorang akan ada banyak soalan terutama pada peringkat awal. Ya, soalan pasal kesihatan, ya soalan pasal yang kecantikan ataupun pelangsingan. Jadi ini adalah semua termasuk dalam produk dalam platform kita ni lah. Jadi bila diorang tak tahu, jadi diorang perlu ambil ilmu. Jadi saya sebagai seorang advisor ataupun seorang penasihat untuk menasihatkan diorang. Contohnya kalau ada di antaranya ingin nak kurangkan berat badan contohnya, jadi diorang tak ada ilmu langsung, jadi diorang akan kontak call saya, ya, ataupun kadang-kadang melalui training Zoom, ya, kami akan saya akan bagikan advice kepada mereka ni. So sebenarnya Sifu rasa satu impian yang sempurna dia mesti kena ada kesihatan, kekayaan dan juga kebebasan masa. Itu sebab BO International Group telah menyediakan satu platform, iaitu kita ada produk yang bagus untuk jaga kesihatan, dan kita juga ada satu bonus plan yang boleh bagi kita kekayaan. Yang last kali dia adalah satu sistem langkah demi langkah. So semua boleh guna sistem ini untuk bina satu rangkaian yang boleh bagi kita untung pasif, iaitu di samping kita boleh untung duit, kita juga boleh dapat masa yang cukup untuk buat apa yang kita suka. Itu sebab Sifu pasti dengan misi ini Sifu akan melahirkan 100 orang jutawan dalam 5 tahun yang akan datang. Syabas. 係經過愛情長跑啦，即係我係跑咗7年咯，多7年，跟住我哋就結婚咯。So 結婚嘅話咧就係創業嘅階段咯，嗰陣就好拼咯。結婚嗰一日仲記得前一晚，前一日仲講課添喎，仲講緊課啊，仲第二日先做結婚啊，所以好刻骨銘心啊。So 而家咧我仔咧就幫我管理啲產業啦。So 女女而家係 final year 讀緊大學啦，3 位，所以重點都係佢哋要嘅嘢咧我哋都可以 fulfill 到啦。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好滿足嘅一點啦。其實我覺得咧，我哋喺呢個行業咧，我哋真係起初嘅時候咧，其實我大緊肚咧，我就都開始去拼一個事業嘅。咁我大緊肚嗰時候咧，我真係講課都講到8個月㗎。但係我覺得反而係好事嚟㗎，因為講課講到8個月咧，我會唔記得我大肚㗎。我一唔講課咧，我就一直想嘔㗎。但係我上台講課咧，我就覺得OK 嘅，我唔係大肚嘅狀況啦。So 咁嗰個過程，我哋都付出咗好多嘢，喺成個過程入邊。但係我覺得我真係可以俾到仔女好多佢哋要嘅。佢哋而家陣我睇到佢想要咩，我哋都俾到佢。我想同佢哋講咧，就係我哋兩個咧，即係爸爸媽媽咧，爹哋媽咪啦成日叫爹哋媽咪咧，我哋已經揀咗我哋自己一條路，我哋已經行咗我哋一個好精彩嘅人生，我哋係無悔嘅，所以就要睇佢哋自己，佢哋點樣去選擇佢哋自己嘅一個人生，要創造自己一個點樣嘅精彩人生同埋輝煌，係由佢自己去決定。巔峰人生就係我所謂嘅就係成功係各人㗎嘛，所以如果你係做到好巔峰嘅話咧，你一定去追求卓越。你追求卓越啦，因為就係講將你成功嘅嘢再傳承俾更加多嘅人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冇做到呢一個嘅話咧，你係好難稱得上係巔峰人生。我是Datuk Dr. Desmond Kong， 我是 Datin Dr. Grace Chan， 這是我們的 Real People Real Success 的故事。